给大家看看第一天盈利会有多少钱呢？今天的影片重点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有盈利方向需求的，请你不要再使用剪映上面的音乐了。但是现在告诉我录的声音没有办法盈利，因为我的背景音乐使用了剪映的音乐，那我这些不符合资格都无法盈利啊，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方法，给你们看一下啊，比如端午节，你可以看到我，它侦测到我使用他人的音乐嘛。那我之前对音乐都很知道著作权这个东西，但是我想说剪映上面的音乐是，比如剪映已经有买下他们的音乐版权，所以我以为我就可以在上面盈利，结果是不行的。而且我的有声书频道重要的是我的念稿，我念的词，而不是有声书重点不在于我放的音乐，这跟音乐影片是不一样的。音乐影片当然是我音乐是要弄出来给大家听的，所以我音乐都是买下版权。那我制作有声书的时候就想说使用剪映上面的音乐，没有想这么多，结果你可以看到这里竟然不符合资格。可以看到它已经告诉你哪里有违反使用版权。那我要让这部影片可以盈利，有一个方法也很简单啦，大家如果你不是做有声书就不用担心，那如果你是做有声书，这个你就很难过了，因为你选取的方式，一种移除片段，你整段影片都要卡掉，违反版权的地方要卡掉，或者更换歌曲。我可以换 YouTube 上面免费的音乐，或者我放上自己的音乐都 OK 了，或者将歌曲静音。看这三项提出争议你就不用了，因为你的音乐确实就是使用别人的音乐嘛。然后将歌曲静音的话，你这部影片中间突然有段声音就不见了，我录人声就不见了，你觉得这样还是有声书吗？移除片段，把有违反版权的地方卡掉也不行啊。唯一能做的就更换歌曲，按一下给大家看。看我里面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有用剪映的音乐，它剪映的音乐也不是每一段都不能使用。而今天的端午节故事发生在兰心市的爱河上。这些音乐，你要听背景音乐，不是我讲的话。如何掌握龙舟的节奏？这些音乐都是剪映上面使用的音乐。前面这都可以用，突然有一段不能用，他们见证了一场泪光闪闪与热血沸腾的龙舟赛。这个沸腾的音乐竟然无法使用，重要的是我这段音乐是没有办法盈利的嘛。端午节对他们的特殊意义，那我就要把这段音乐换掉。他们见证了一场泪光闪闪我就选一首沸腾的龙舟赛。我就听听看，有没有喜欢的音乐把它放进来。比如随便这几首，有很多音乐了。你这个音乐是 YouTube 的音乐了，那你也可以自己放上你的音乐。那我很简单，先使用 YouTube 免费的音乐，就把它按新增，这里有个新增按钮。它也很聪明啊，它会自己就把你违反版权的音乐部分自己把它挡掉，它就换掉了。那我们来听听看我的影片会变怎么样。将汗水转变为璀璨的光芒，观众们都被声音被卡掉，就帮你这一段声音就换成了其他音乐。那它还会有一些审核的动作，审核完也许就会变可以盈利。我前面有几部已经用这个方式让原本不能启用盈利的已经把它启用了。那我有声书花很多时间录制啊，所以有声书不能盈利是我比较难过的。那时候使用剪映的音乐也只是背景音乐，那时候没有出现这个选项，所以我不知道它不能盈利。
限制的部分，那时候它限制会说不影响你的频道，所以那时候算是新人不懂吧。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各位，如果你想要开通盈利，就不要再使用别人的音乐，真的要去使用有版权的音乐。但是有声书怎么讲？我不可能每段都是很优雅、睡眠、放松的音乐，里面一定是有高潮迭起或者一些需要推进情绪的音乐。所以我这几部有声书全部都无法盈利，而有声书却是在我人生中花掉我制作影片最多时间的影片。我制作影片花我最多时间的就是有声书，因为我录制我的声音一定都会有吃螺丝或怎么样，不可能很厉害，每一句都可以讲的100%。好，给大家看一下。再来要比较小心的部分就是你的盈利影片是不能出现一些不合法或是不恰当的影片，比如这一部，你看你的盈利这里就有写受限，说内容不适合多数的广告主。那我刚觉得有一部比较奇怪我跳舞的影片为什么会被判定违反广告友善内容规范？可以看一下播放，就这样跳舞影片，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部会被设限。这部跳舞的影片，等一下它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受限，所以大家自己也要注意一下。刚有看到我刚这一部已经请他审核了，审核看看是哪里有问题，我影片哪里有问题，它有一个可以在申诉或审核的功能。那这一部确实可能不适合大家观看，所以它不能开通盈利。我也就觉得算了，我也不会按要求审查。你如果觉得你的影片没问题，你可以按要求审查。那我也不知道我刚跳舞的影片，不知道按要求审查之后会不会过，我还不确定。你只有启用或停用。我们来看看，了解一下这个被设限的影片到底违反了什么广告友善内容。好，这里就告诉你，不当言语、暴力、成人内容或害人，这些我都没有。反正枪械啊、敏感啊，或不适合儿童或家庭观看。如果因为这些你没有盈利，那你也没话说嘛。不过我刚跳舞的影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设限了。那反正就给他审核看看嘛。那只是跟大家说，如果你要正常盈利，不能出现以下这些行为或内容的东西都不能出现。有通过盈利，你才会出现了这个选项，让你进来看到原来有一些广告是不能放送广告，或者有些东西不能放。那这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其实 YouTube 还蛮严格的，不当言语也不行，暴力、成人、害人、仇恨、贬低什么的都不行。出现这些敏感，我也不知道我跳舞有很敏感吗？我还是不知道我刚跳舞的影片为什么不适合儿童或家庭观看吗？我目前有争议的就是刚跳舞的影片，没关系，就只是跟大家讲一下。盈利的部分也有分很多种，一种就是可以正常启用，我的音乐频道、音乐影片都可以正常启用，没问题。我的有声书可能不小心用了剪映的音乐，有一些是不能盈利的。如果有不恰当、不适合大家观看的，也会出现受限。不是有跟大家说为什么我这一支跳舞的影片会被黄标吗？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我的标题打了一个不雅的字，叫我太屌了，所以这部影片才会被黄标。后来我把这个字改成强，我太强了，后来才过，后来黄标才消失，变成可以盈利，否则黄标原本是无法盈利的。这 YouTube 真的是很严格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5秒温柔可爱，陪你哭，陪你睡觉，一起安眠，这里是有声。
现在 AI 真的是太强了，竟然把我静态的照片变成会动的画面。只是这个 BG 的脸真的不是我的脸，我的脸长这样。那有些人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给所有的 YouTube 新手一个小观念，就是用爱发电。当你有爱的时候，你的作品与创作才是有温度、有感情的，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粉丝或订阅。自己也要努力的一直在一些 FB 社群推广你自己的频道。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先不要想盈利，用爱发电，就算没有盈利也没关系。这种心态当做你人生的记录与记忆的回忆，这种影片制作方式放上你的 YouTube 之后，相信日积月累一定会有更多人喜欢你的作品。